美军从乌克兰战争中学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，那就是钢铁洪流不敌信息环境。这个教训很残酷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绍。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被西方国家称为是一场过时的战争。俄罗斯军队在第一阶段作战，并未展示出其强大的信息优势，从而使这场战争成为了被直播的战争，甚至是单向透明的战争。相比于俄罗斯军队的钢铁洪流，乌克兰军队正在不断刷新西方情报机构对战争过程的预测。而这一切呢，都与乌克兰方面的信息优势有关。中国与美国都会关注俄乌战事，其经验和教训将会促进未来的军事革命。美军认为，分析俄乌战事，渴望吸取教训，并收集信息，以便从广义上给国防部和美国带来优势，特别是针对俄罗斯这样的敌人。近日，五角大楼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迈克尔·格勒恩中将在 C4ISRNET 会议上说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攻击揭示了不断变化的战争状态，为美国提供了可以用来改善自身防御态势的参考。他强调，对我来说，这场战争的结果简直令人震惊。我看到了巨大的钢铁和巨大的火力，还看到了精确功能和信息环境的影响。在这个信息时代，你可以看到战争性质变化的影子，或者呢，至少在战争的应用方面，俄罗斯军队虽然装备精良，专业化程度更高，但一直受到乌克兰军队西方武器和后勤崩溃的阻碍。他指出，信息时代战争性质的转变对美军来说，要思考正在开发的能力或购买装备时要注意什么。在这方面，美军面临着与俄罗斯相同的困境，制造大型武器，向敌人投放更多的弹药，这也是美军的习惯。比如，美军也在追求大型武器平台的发展，拥有全球最多的大型航母和两栖攻击舰，重达60吨的主战坦克、B-52战略轰炸机。这种能力能让美国在明天的战斗中取得成功吗？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防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尔蒂说，俄罗斯军队缺乏的是根本性的协调，未能将信息共享植根于其作战概念的核心和指挥与控制架构中。俄军的许多武器要优于乌克兰，但是武器系统之间无法相互分享信息，这才是关键。要问我们在研究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时，应该指出，我们必须能够彼此分享信息，必须信任我们分享的信息。克里斯称，如果你现在问俄罗斯人应该购买更多的坦克，还是应该购买精确弹药和信息化装备，以便让你有效地应用这些武器，俄罗斯人很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从俄乌战争就能看出来，军队的机械化、信息化缺一不可，这也是中国军队需要努力的方向。美军原本就是一支信息化的军队，未来肯定会进一步扩大这一优势。那么，中国军队能够在信息化的发展方向上追赶甚至超过美军吗？其实这是有可能的。美国军队的优势是加体厚，缺点就是包袱重，而中国军队的新一代主战装备都是最近几年研发成功和入役的，比如我们的歼20隐身战机和055万吨大驱，都是比美军同类装备更好的武器系统。随着高超音速导弹时代的来临，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，发现即摧毁正在逐渐成为现实。中国军队必然会利用数字化、网络化、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，在新式作战能力的发展方面发奋努力，力争超越美军，并在未来的战场上打出威风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